天我要和全球时速最快的复兴号列车完成一项平衡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想象。今天的挑战是非常困难的。哇，在会车。好，有请我们的20位小朋友出场。通过观察绘画的内容来去找人。我不相信，这个我觉得很不可能嘛。哇！砥砺前行，自强不息，挑战不可能。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挑战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挑战也再一次让我们审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梦想的分量。让我们一起再度见证各种不可能的挑战，再次为生命的极限喝彩。锐意前行，皆由我定。挑战不可能由全方位领先7座 SUV 长安福特2018款锐界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海尔成套智慧家电挑战不可能家的新可能赞助播出。挑战不可能，年轻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感谢本节目指定饮品东鹏特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黄金珠宝国民品牌金一提供赞助，有喜事选金一。本节目互动奖品由精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有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挑战不可能开播3季以来，我们把挑战的舞台无限的延伸。我还记得在上一季，我们把挑战的舞台延伸到了天地对船，和天宫2号上的宇航员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乒乓球挑战。这一季的挑战不可能当中，我们又见证了国旗护卫队2个100步精准的挑战，向实现2个100年伟大的中国梦致敬。那么在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挑战延伸到了一个我们之前难以想象的地方，那是一列正在以35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行驶着的高铁上。那么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速度最快的高铁上，我们究竟要完成的是一项怎样的挑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实时连线高铁上我们的节目组。小撒你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有评委老师们，你们好，我是强子。现在呢，我是在第1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上。那么我们这一趟列车呢，是从北京南站始发的，我们的终点站呢是上海的虹桥车站。那么整趟列车呢将会运行4小时28分钟，我们列车的最高车速呢将会超过350公里每小时。此次列车是由天津客运段担当的。好，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复兴号呢比上一代的动车呢是更加的宽敞明亮了。还有一点是要特别说明的，就是呢，在整车呢都覆盖了 WiFi 的无线信号。那么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挑战过程当中呢，将会通过车厢内部自带的 WiFi 系统呢，跟我们北京的演播厅呢进行一个现场的通联。那么为了使我们今天挑战能够顺利进行呢，也为了不影响其他的旅客，我们把今天的最终的挑战位置呢选择在了商务车厢。好了，下面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挑战者了，来，你好，你好，小韩，你好，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北京演播室的各位评委老师、小撒老师，还有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叫韩穗宁，今年35岁，我是郑州市市政设计院的一名测绘工程师。今天还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女朋友，叫做陈弘毅。哦，好漂亮，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啊！我记得这个小韩上一季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当时我还在节目里替他征婚呢。我说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可能没有人喜欢他呢？你看，上我们的节目这么大的收获。那弘毅，你是早就认识小韩了，还是因为看了节目之后，突然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对，其实我们就是很多年前就认识了。后来觉得他突然间变男神了，不能错过了，这次再也不能错过了。对，穗宁，你今天在复兴号上是要完成什么样的挑战呢？今天我完成这个挑战非常特别。今天我要和全球时速最快的复兴号列车完成一项平衡挑战。
在飞速行驶的复兴号上。观众朋友现在可以看到他们身后的那个电子屏上显示着列车的实时速度。刚才我看到了352公里每小时，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速度！现在你看到车厢外面就在会车，每次会车呀都会给这个车厢造成一定的晃动。最难的是这个列车啊，它在不停的在加速或者减速，它还有转弯，你知道吗？所以呢，不停的这个向心力啊和这个惯性呢都会传导到车厢里面。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挑战呢，不仅是小韩一个人的挑战，它其实是小韩和复兴号呢一起来完成一项不可能的挑战。对，即便这个列车再稳再快，但是要在晃动的车厢里完成平衡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想象的。看到，过去我看过很多人用棕榈叶平衡的挑战，但是都在静态的情形之下。今天在动态的情形，每1秒钟都可能出变数，所以他今天的挑战是个很大的挑战。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整个的挑战的规则。行驶在京沪铁路上的复兴号高铁，从北京南站出发，途经济南西、南京南，最后到达上海虹桥站。挑战者需在济南西到南京南的路段中，在最高时速超过350公里的复兴号上搭建一个双层棕榈叶的平衡系统。系统搭建完成后，挑战者双手放开平衡系统。当高铁进入南京长江大桥时，系统保持平衡10秒钟，并顺利通过大桥，才算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1次挑战机会。以往我们见到的所有的这个棕榈的平衡系统呢，都是由这个羽毛作为这个平衡的关键部分的。但是今天的挑战呢，有点不一样，我们是要用比羽毛更轻的一张车票。啊！一会儿呢，我们会以这样一张比羽毛更轻的车票开始整个平衡系统的挑战。他要把这张车票代替那根羽毛。有一些视频很火，就是在高铁上竖各种东西，但我想这是大家从来没见过的，2层棕榈叶平衡，而且是用一张车票作为第2层最终的平衡系统的一个关键。是的，是的。所以呢，这样的平衡系统呢，也是之前从来没有人试过的。没有。所以可以想象一下这有多么的困难。这个挑战，棕榈叶车票、高铁的状态，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是好几个难度放在挑战者前面，而且挑战不能重来的嘛，你不可能说这个车子再回头再跑一次那个路线，所以会有点担心。今天的挑战，我们将见证2个中国速度。复兴号高铁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现在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列车，而现场与复兴号实时连线，又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网络的速度。在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复兴号上进行最难但又最经典的棕榈叶平衡挑战，我们能够见到这个奇迹的诞生吗？我们现在看一下时间呢，其实距离这个南京长江大桥的最后通过时间呢，马上就要40分钟啊，多一点。所以呢，我们留给选手的挑战时间呢，其实是有40分钟，他来搭建这个平衡系统。那么最后通过桥的时间呢是10秒钟，所以呢，留给选手的这个空间时间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你们赶紧开始挑战吧，给韩穗宁留更多的时间。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祝你成功，韩穗宁！加油，加油，小韩！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已经是在江苏省的境内了啊。小韩的挑战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看他先把这个现场要摆一摆，因为虽然这个商务舱的车厢呢其实是很宽敞的，但是对于他今天的整个的2层棕榈叶的挑战来说呢，这个空间还是显得有点局促，所以他要非常合理和细致的来利用这个所有的空间。所以现在呢要把所有的东西很严谨的摆好。空间很小。很多人以为容易，其实很困难，因为你稍微一动，棕榈整个的位置就会变动，这是很大的挑战。棕榈叶平衡堪称平衡挑战里面最难的一项，而今天要在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复兴号动车上进行棕榈叶的平衡，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的一个挑战，所以也是创了一个世界第1了，应该是。之前所完成的挑战项目都是在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中，而这一次是在高速行驶的复兴号上来进行的，之前也没有人尝试过。
棕榈叶平衡是平衡项目中难度最高的，在静态环境下，单层棕榈叶平衡系统的搭建往往需要几个小时，而今天挑战者却要在最高时速超过350公里的复兴号上，用一张比羽毛还轻盈的车票，在短短40分钟时间内完成双层棕榈叶平衡系统的搭建，这也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难度平衡挑战。它能在复兴号上创造这个奇迹吗？他其实为这次挑战准备了很长时间，家里它空间它首先特别大，我觉得今天这个对他来说也很有难度，很有挑战性。我现在特别揪心。其实我们看现在韩穗宁这个单膝跪着之后，你看他的身体还是有晃动的，所以你看，你看到没有？你看，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对，所以这个对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平衡项目来说，我觉得。其实我们平常做复兴号呢，觉得特别的平稳，但是今天要进行这样一个特殊挑战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哇，这个列车能不能再稳一点哈？对呀，它任何的晃动都非常的揪心哈。对对。哇！在搭建的过程中，还要保持身体的平衡，也要稳定住手里面树枝的平衡。我心里也非常的担心。现在呢，我在车厢里呢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车在提速哈。每次的这种提速和减速呢，其实都会造成一个前后的一个对平衡系统的影响。好的，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大概过去了将近10分钟的时间了，它这个第一层的搭建呢还没有完成啊。当然，我相信这个最初的搭建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非常非常牢靠才行。有会车。好，大家感觉到了吧？看，现在外面可以看到有一个会车啊。我们也可以在车厢内明显感觉到，一有会车的时候呢，这个车是有一个左右的一个晃动。会车的震动是最大的，对它。而过车的时候，因为速度就产生了能量，产生的能量它会向两边去扩散，就会影响到这个车的平稳性。树枝在我手中不是在像平地上那么稳定，难度非常大的。在到达南京长江大桥前，复兴号要经过20几次会车，每一次会车所产生的气流都会给动车带来不同程度的晃动，这给正在搭建平衡系统的韩穗宁带来极大的困难。他能挑战成功吗？每蹲下一次，起来一次，对他的体能都是很大的考验，体力消耗非常大，还是挺难的。这个稍有不慎，就前功尽弃呀！这个窗户外面的景色真的是在飞速的倒退，时速350公里，这真的是一个不可能的挑战。哇，在会车，又是一次会车，这个哇！在复兴号行驶的过程中，会遇到多次的会车，有时候甚至是双向会车，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惯性，而这些惯性对我的整个操作和平衡系统的搭建、稳定程度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在安徽省的蚌埠，距离到达南京长江大桥只剩下25分钟了，时间很紧了，他得加快速度了。韩穗宁现在要开始搭建第2层，而他的这张车票将作为第2层的一个关键的平衡的配重，放在最前面。韩穗宁，现场所有的观众都在用掌声为你加油。之前做的棕榈平衡树最前端放的是羽毛，而这一次是比羽毛还轻的车票，而且车票的面积也比羽毛小，稳定度不如羽毛，所以说更难上加难。
车票是一个关键，因为第2层的难度就在这张车票上。好的，那么我同时也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和评委老师来介绍一下，那么南京长江大桥的这个全桥的铁路部分长度呢是6772米，这是整个的铁路桥的长度。但是呢，其中江面的正桥的长度呢是1576米。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计算是它通过这个江面的正桥部分的这个10秒钟，它的平衡系统是不是能够维持？那么也就是说，它通过正桥的时间只有10秒钟。那么一会儿呢，我也非常开心的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可以跟他一起来倒数这10秒钟，这关键的10秒钟。现在时间是关键，他要赶在通过南京长江大桥之前完成。每1秒钟都可能出变数，所以他今天的挑战是非常困难。越到后来越难。对，太累了。越到后边其实越难，因为它拿起来每一条的时候呢，都要躲开它已经完成的平衡系统啊，然后呢还要关注到每一个平衡系统最远的那一边是不是安全。我再反复一下，我再回来调一下。毕韩遂宁，前方有会车，我再回来调一下。哇，在会车。好，在会车，车厢有一个明显的晃动。毕韩遂宁。哎呦！哦！哎呀！哦！哎呦！哦！第2层目前出现了一点问题，好像是车票掉了，可能。在第2层搭建的时候，由于车票很轻，并且正在会车，我的身体要克服惯性，我失去了平衡，导致第2层的失误。没事，再来一次，加油！距离南京长江大桥的时间呢还有10分钟。由于第2层棕榈架搭建是用一张比羽毛还轻的车票做支撑点，加上会车造成高铁的晃动，导致挑战者搭建起的第2层棕榈架倒塌。而之前第1次棕榈架的搭建已经消耗了挑战者大量的体力。此时距离到达南京长江大桥只剩下10分钟，而挑战者却要用比羽毛还轻的车票，在时速超过350公里的复兴号上搭建双层棕榈叶平衡系统。不时出现的会车，所剩无几的时间，巨大的体力消耗，仅有1次的挑战机会。韩遂宁能够完成这个不可能的挑战吗？重量太轻的话，它太容易，它压不住掉了，而且稍微一动，这车票就掉了。而且车票一掉，它整个平衡系统就打破了。车票相当于一个秤砣。韩遂宁现在第2层要重新开始搭建，他现在要非常小心，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我现在就特别紧张。我们在这个角度呢，其实是它这个平衡系统的最远端，就是离车票最近的地方，所以它手那边的一点点的晃动呢，其实在这个最远端呢都会被剧烈的放大，所以我们看着这边的时候呢，就觉得真的是超紧张。在整个挑战过程中，由于紧张，体能的下降，时间比较紧，我心里有些着急。现在呢，我们是经过了这个寒冬，现在正在过寒冬，所以呢，车厢内的光线呢会有略微的变化，而且经过寒冬之后呢，车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晃动的。它在要进站或者进隧道，通常会减速一点，它减速就要刹车，刹车它就会产生波动，它容易失误。现在时间是关键，他要赶在通过南京长江大桥之前完成。强子。现在距离通过长江大桥还有多长时间？现在还剩下5分钟左右的时间，很快啊！对，350公里，时间比较紧，体能跟不上，我心里有些着急。
现在时间是关键，过去的时间会把他的机会剥夺掉。太难了。好，现在这个系统已经搭建完成了，能不能成功的放上去呢？哇，在会车，非常明显的在会车，哎，车体还在晃动。这个晃的还是挺厉害，会车那个瞬间的冲击力非常大。现在他已经把第2层搭建完了，现在要放到这个架子上。还有4分钟，加油，坚持住！这一次做的是双层的平衡系统，之前也没有人尝试过。高度越高，稳定性就会越差，所以说第2层是整个平衡系统中最难的，稍微有一些偏差或者是失误，就会前功尽弃。距离南京长江大桥的时间呢，还有最后的3分钟。这个平衡系统也进入了最后的挑战的阶段。哇！它要转过来吗？这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了。它应该不用转过来，它只需要把这个木桩稳稳地放在之前的这个支架上面，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前功尽弃。现在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他必须赶在通过南京长江大桥之前完成，他必须保证自己万无一失。离南京长江大桥的时间只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应该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桥身了。小心，后面没事吧？小心，没低下来。没事。放这个都用了很长时间，你看一直还没有放下，他在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支架移到正确的位置。现在呢，我们应该已经在南京长江大桥的引桥上了。到桥的时间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还有不到1分钟，好快！加油，坚持住！哇！要上桥了，复兴号要变速，这会对平衡系统造成影响，它能不能挑战成功呢？上桥了！搭建完毕了，好，完毕了，我们开始倒数，10、9、8、7、 6、5、4、3、2、1，厉害！赶紧拥抱一下！哇哦，太棒了，太棒了！接下来我要验证1张车票的重量。太棒了！哇！下面呢，我们到那个车厢跟大家一起来庆祝这个胜利。今天我和复兴号列车共同完成这个不可能挑战，但是接下来呢，要完成一个人生中非常特别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一个人这么多年，能够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你，爱上你，这是上天注定的缘分。今天在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列车上，然后，我要向你求婚。啊！这张车票它其实是伴随我一生的通行证。如果你收下它，你一定会幸福。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开启通往幸福的旅程。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同意了吗？同意了吗？就一张车票，一束鲜花，就把我收买了。同意了就抱一下。一个。差点撞上。韩穗宁啊，你也算是我见过的又一个不可能的挑战，拿一张车票求婚成功了。对，小撒，你说的非常对，他不仅是拿一张车票，还是一张用过的车票，求婚就成功了。这个咱们都比不了。我非常感谢《挑战不可能》的剧组，让我发现了人生的新可能。今天我们做了这个挑战，南京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代奇迹，而复兴号是中国新时代的一个奇迹。刚才我在复兴号上面做了这样一个挑战，可以说是我梦寐以求、最想实现的一个奇迹。就在刚才3个奇迹交汇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我平衡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我更激动的是，就在这列复兴号上，完成了求婚。这列复兴号对我来说是通往幸福的列车。复兴号的一张车票是整个平衡挑战项目当中的一个关键点，它成就了韩穗宁的幸福时刻。但是复兴号的车票又何尝没有成就更多的中国乘客呢？因为现在高铁每天在运送的人次达到500万人次，累计是60多亿人次，所以来来往往的这些中国人，在这样的中国标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当中，我想体会到的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对，复兴号是驶向远方、驶向幸福的列车，也象征着一个民族的更加光明的未来。所以，对于韩穗宁能不能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我们3位的回答是能。祝贺你进入了荣誉殿堂。以一张小小的车票作为起点，在世界上最快的复兴号动车上，完成了世界上堪称最难的棕榈叶平衡。这项奇迹般的挑战，不但让我们见识到了韩穗宁非凡的平衡技能，更展现了最震撼的中国速度。让我们欢迎韩穗宁进入荣誉殿堂。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节目互动，积攒挑战勋章，一大波奖品等你来拿。本节目互动奖品由清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有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您好，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大家好，我叫严虎，来自湖南长沙，我是一名医学博士、精神科医生。我主要从事的是心理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以及绘画与心理学方面的临床教学工作。严博士啊，就这个绘画和心理疾病之间的关系，这是你的研究领域是吗？你能告诉我们，你有些什么样的发现？因为其实绘画在整个心理学中间，它是一种心理测量的工具。这个跟我们的挑战的项目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要挑战的内容是通过观察绘画的内容来去找人。找人。哦，找人。对。找他几十个人，每个人画一张画，然后我一看画，我就告诉大家这张画是谁谁谁画的，是这意思吧？对对对。我不相信，因为我们也研究这个犯人的画啊，我觉得也要看他的教育程度啊、训练啊，有没有性别、年龄
这些稍后您就知道。来，有请我们的挑战者进入备战区，请挑战助理为挑战者戴上眼罩和耳机。接下来我们现场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让严博士完全处在一个隔绝的状态。我们一起通过现场连线去到我们挑选绘画对象的第2现场。百克力你好，小萨你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评委老师们，各位好，我是百克力。哎，我们是邀请到了100位2年级的小学生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参与挑战，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挑战的样本。来，小朋友们，我们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好不好？你们好。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挑选的权利交给各位评委，就现场挑，现场来，是吧？挑完了直接过来，这么开心哦，好玩好玩。我们就先从画面的左半部分开始。第1排那个绿颜色第1个小男生，小朋友，好，您就是我们挑选出的第1位啊，来坐这儿。好，他后面那个女同学可以吗？粉红色的，戴着小眼镜的那个。你咋全是第1个呀？不，你看他的要看性格。你看这个就比较沉稳一点。第1排最左边那个女生呢？第3排哪吒发型的那个姑娘。把这位穿着健身服的小朋友挑过来。Superman。孩子们今天到这儿就是充分释放他们的天性，让他们在这儿玩起来，高兴起来。我们所有的人此刻都变成了他们的小伙伴。待会儿我们的任务就是让孩子们彻底的放松，在这画画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挑战者来进行观察，最终从这些画当中找出画和孩子之间的对应关系。好啦，好，来我们鼓掌，谢谢其他的孩子们，谢谢你们。为了保证挑战的公平公正，评委从100位小朋友中随机挑选了20位。这些7、8岁的小朋友，由于年龄小，性格习惯还没有完全定型，也没有经过专业的绘画训练，画画容易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这将在之后的挑战中给挑战者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让整个挑战变得更加困难。孩子们现在正在来的路上，但是由于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本身涉及的道具也非常复杂，我们就在等待孩子们到来的这段时间里来布置我们现场的挑战道具。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20位小朋友出场。哇，这音乐好，音乐好啊，音乐热，音乐呱呱叫。耶！跟着我走，走，你同手同脚啊！你。立定，好，向右转。太有意思了！我的天哪！好了，我们的科学助理将号码牌先带到我们的评委席，请评委随机的打乱这些号码牌，然后我们再给孩子们带上。随机的打乱是吧？打乱就行。OK 了，孩子们，场上坐着3位评委。他们要给你们出一道题，你们根据这道题目来随便发挥画画。好，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随机编上了号码。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带领小朋友们去我们的课堂。耶！每个人自己选一个桌子。来，孩子们，接下来我们要由庾澄庆、董卿和李博士为你们完成绘画主题的出题。孙悟空。他不会画。我们尊重评委的出题，就这么难。孙悟空在山上。哦，这比较有逻辑一点。山上。最后，李博士吃糖。
吃桃，吃桃吧，吃桃，好吧，好不好？就桃子吧，合理一点。桃好了，请小朋友们听清楚，你们要画的这幅画题目是孙悟空在山上吃桃。哎呀，好像啊！接下来我们给你们15分钟时间，你们现在可以开始画画。加油，加油！我们不看其他同学的啊，每个人都画自己的，自己想象中孙悟空在山上吃桃是什么样？哇，后现代，这个邓超加彭于晏在发泄啊！后现代，他是一个后现代。哇，你看他那个脸多狠呐！你看，你是把孙悟空给埋了吗？别看寥寥几笔，但是非常传神。而且还有一个动势，走，非常传神。20位小朋友要在15分钟的限定时间内，根据3位评委提出的要求，分别绘画出20幅图画。这些7、8岁的孩子对评委的要求理解各不相条，天空着色也五花八门，没有一点专业的绘画技巧。要想通过这样的画作，最终找到作画的孩子，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挑战。10、9、8、7、6、5、4、3、2、1，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按照每一个孩子对号，把他们的画进行收集。与此同时，把对应的号码贴在每一个孩子画纸的背面，而且要进行遮挡。接下来，请挑战助理将20幅画放到展板上。好，谢谢我们的挑战助理，谢谢。有请3位评委来到台上。太好了，近距离的去看一下这些孩子们的创作。我们的摄影师也要稍后把你们选择的3幅画进行拍照存档。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个？我想选。从整个构图上来讲，李博士先挑，我先挑。我就挑这个。3位评委在20幅画中随机挑选3幅作为挑战目标，并且3位评委还将分别在各自挑选的画上添加一处完整的元素，给挑战者在之后的观察添加混淆的信息，进一步增加了挑战难度。3幅画已经现在放在了我们的展示板上，这就是我们提供给挑战者的唯一的可供参考的素材。这个难度相当大，他要找的其实是6个人。对，这个如果真的找得出来啊，李博士又要请他去协助办案。对了，对不对？太神了哈！我个人认为今天是找不出来。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试试看，好吧？接下来，请挑战者回到场中间。接下来，请听挑战规则。挑战者要在30分钟内对3幅画以及20个小朋友进行观察，然后在15分钟内对20位小朋友和3位评委进行提问。提问的内容不得与画的内容有关，每人最多3个问题。观察和问答完毕以后，挑战者还需要找出每一幅画对应的小朋友，还有每一幅画对应的评委，以及评委到底添加了什么元素。3幅画当中要求有2幅画把这些信息全部答对，才算挑战成功。时间短，人数多，讯息量少，不可能嘛？怎么可能猜得出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是有特殊的训练跟特殊的天才，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严老师，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宣布，挑战开始。
去玩吧！去玩哦！嘿嘿嘿。接下来，孩子们将在自由活动区开始自由玩耍，而在这个过程中，挑战者将对孩子们进行观察。这个观察非常重要，这是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和依据。其实最难的是把这些画和孩子们对应，这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绘画是可以用来读取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包括他的一些情绪状态、压力状态的。我们也会发现人的行为，它可以照映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然后我们通过对话，也可以判断出他的认知水平和他的对某些应急问题的应对模式。所以说我把性格特点和其他的一些心理特征作为中介，然后将人和绘画来进行匹配。看不出什么区别，这些孩子，你顶多看出他是自己玩还是跟别人一块玩。根本就是一个天方夜谭嘛。这个我觉得很难。这个很难。很难。人又多20个人，对，观察时间又短。仅凭3张简单的图画，就要从20个小朋友中找出对应的主人，这对于常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而且现场灯光以及观众的影响，身处陌生的环境，小朋友的表现也会与平时略有不同。这一切都会给挑战者的判断造成影响。严虎能否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最终挑战成功呢？发现这3幅画的类型是完全不一样。我首先就把这一个3幅画分成了 A、B、C， 然后把每个孩子都有机的放到每个区间里面去。第一幅画构图非常的清晰，线条非常明确，所有的地方几乎都是涂色均匀，而且没有突出边框类。这个孩子相对来说，他是一个比较自信的、沉稳的孩子。做事是比较细致认真，有一定的耐力。这幅画中间山、猴子、树，简单但明确，这说明画者的性格是稍显偏内向一点点，不愿意过多的表达。天哪！第2幅画作画得特别大，东西比较多，颜色也比较丰富。那这说明这个孩子的性格是偏外向的性格，而且有一定个性的孩子。这样的孩子都比较擅长于领导，很多时候还是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一些赞美的。左侧的山里面的线条都是画的比较凌乱的，那这说明画者可能会有一些急躁的性格。当然，做事很多时候也是比较求快的一个体现。第3幅画非常简洁单一，整个显得十分的随意。树的画法，那2个红色的东西随意的挂着，那这似乎可能说明性格较为随意的。我们会发现画面稍微偏小一点点，就说明画者的思维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不太成熟的。我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要找的其实是6个人。我的天哪！不可能嘛？怎么可能猜得出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好，主持人，我已经观察完毕。你已经观察完毕了吗？还有8分钟，
您确认时间已经足够了。够了。好。您先想问哪一位？15号小朋友。15号。小朋友，我想请问你，如果说在上课的时候，教室里面突然停电，你会怎么办？找老师。12号小朋友，教室里面停电了，你会怎么办？跟老师说停电了。你最想对爸爸妈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您辛苦了。18号小朋友。爸爸妈妈辛苦了。10号小朋友。爸爸妈妈都陪我。最喜欢上什么课？最喜欢上音乐课。18号小朋友。美术课。10号小朋友。下课。如果你在排队的时候遇到其他的小朋友插队，你会怎么办？我们通过对话可以判断出他的认知水平和他的对某些应急问题的应对模式。所以说我把性格特点和其他的一些心理特征作为中介，然后将人和绘画来进行匹配。15号、12号、10号小朋友，16号、18号、9号小朋友。电话手表。爸爸妈妈都陪我。不算太多。爸爸妈妈辛苦了。找老师。没有啊。告诉他，或者告诉老师。好，小朋友提问完毕。小朋友问完了。问完了。那接下来该问评委了。好，您先打算问哪位？我们把他叫过来坐这儿来问。您先问哪位？问李昌钰老师。李博士。好。在询问完小朋友之后，挑战者将紧接着与3位评委展开交流，因为在3幅画上还有3位评委模仿了孩子绘画的方式，添加新的内容。挑战者需要在这3幅完成的画中找出评委添加的部分，并且找到对应的评委。严虎真的能够挑战成功吗？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作为一位父亲，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是什么？教育。教育。好，谢谢您。您觉得我今天会挑战成功吗？有可能。假设如果我失败了，您会如何安慰我？继续挑战。谢谢您，谢谢李老师。谢谢李博士。谢谢您，谢谢您。现在我这里有4个图形，看您会选择哪一个？圆形，四方形，三角形，螺旋形。四方形。您喜欢哪一种性格的孩子？活泼，活泼可爱，有一点小调皮，有点小调皮，不要掌控不住那种。哦，我知道了。对，好，谢谢您。好，谢谢您，谢谢您。董卿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如果晚上睡不着，您会怎么办？看书。会起来看书吗？不会。不会，就在床上看书。好，因为我在网上看资料，我发现您已经获得了几个方向的硕士学位，会不会考虑什么时候读一个博士？我只有1个硕士学位，目前没有考虑继续读博士学位。好，谢谢您。好，就这么几个问题就能看出我的个性了？我的性格秘密都暴露了？没关系，您可以再针对您刚才的问题，您再梳理一下。3位孩子天马行空的绘画，3位评委模拟孩子添加的元素。挑战者不但要找到3幅画作正确对应作画的孩子，还要找到其中评委添加的元素，准确找到对应评委。重重设置的挑战难关，严虎能挑战成功吗？主持人，这有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怎么了？怎么哭了？你怎么了？
我想回家。哦，12号说他想回家了。你是不是饿了？你饿了？哎，我们这儿有饼干，别哭。来，要不要吃？要不要吃董卿阿姨给你的小蛋糕？谁来拿饼干？好好吃。来，我来拿。来这儿。他肯定是饿了，他想回家吃饭了。别忘了，我都忘了。当他把东西拿到以后，他现在情绪马上好转。在经过刚才的观察以及提问，现在您有判断了吗？有了。那么，请严虎老师选出3位画作对应的小朋友。第一幅画，我选择16号小朋友。好，站到这个小飞台上。好的。第二幅画，我选择10号小朋友。10号小朋友。第3幅画，我选择12号小朋友。12号，情绪明显好转。12号是谁啊？看看自己的号。心情好了点吧？啊，现在不饿了吧？不饿了哈。好了，马上就回家了啊。我们请挑战助理先带另外的17个小朋友到场下休息。现在就剩你们3个人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答案究竟和你们3个人有没有关系。不过在此以前，还需要您有一个重要的答案要为我们做出回答，那就是请您圈出每一幅画上面您个人认为是后面由评委加上去的那一部分。您认为是哪一部分？您可以用笔将它在画上圈出来。您可以从第一幅开始。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提示性的声音，不管它圈对还是圈错，不要有任何的声音。你是遗憾也好，还是惊讶也好，还是感叹也好，都埋在心里。好的，我们的挑战者已经在3幅画上分别圈出了他认为是由3位评委后期加上去的元素。那么有请3位评委先站到我身边。严老师已经在画上圈出了他认为是由3位加上去的部分，接下来就要由挑战者来确认哪一幅画是由哪一位评委最后做的添加。同样还是请您从第一幅画开始。您认为第一幅画？第一幅画，我选择的是李昌钰老师。李昌钰博士，请您站到第一幅画的旁边，谢谢。第二幅画。第二幅画，我选择的是董卿老师。那第三幅画，对，庾澄庆老师。庾澄庆评委。哥们儿，咱们一起努力啊！3位评委也都和各自的画站到了一起，但是最终这个选择是否准确，我们来一一验证。首先，我们来验证第一幅画对应的孩子的号码是，现在孩子是16号，而第一幅画究竟是哪一个孩子画的呢？请挑战助理为我们揭开号码。2年级的孩子是非常难把控他们的画面的，而且有些孩子基本上都没有绘画功底，谁都不知道他们会画什么，所以说很难的判断了。心理学嘛是没有100%的。这个难度相当大，他要找的其实是6个人。这个如果真的找得出来啊，李博士又要请他去协助办案。我个人认为今天是找不出来。我不相信。哦，个位数完全正确。对吗？哇！这么神呐！
这么准了。好，请把画作翻回来。那么接下来这一幅画上面，孩子给他竖了大拇指。这幅画上面，究竟挑战者圈出的部分是否是评委添加的部分呢？请看大屏幕。挑战者圈出的是这颗太阳，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是。我们使用的是油画棒，线条已经变得很粗了，成人画的、孩子画的几乎一样，它增加了挑战的难度。我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我们没有那种能力。完全正确，非常的精准，令人毛骨悚然。他怎么看出来的？我的天哪！最后，请挑战助理揭开第一幅画下方评委签字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是李昌钰博士添加的元素，请揭晓。您觉得作为一位父亲，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是什么？教育。您觉得我今天会挑战成功吗？有可能。如果我失败了，您会如何安慰我？继续挑战。谢谢您。正确，正确！哇，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的天！恭喜恭喜！第一幅画画的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大，但是非常细致。这样的孩子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自我意识，而且12号小朋友他首先拿的是旗，后面他又改成了乐高玩具，这些东西都说明他的思维都是一种比较追求完美性的思维。而在这个里面，唯独就只有他一个人表现的是最好的。这个小朋友在涂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直横竖，他很少有螺旋状的，在这边会有一点点螺旋状的。但是它一旦出现螺旋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线条又出现了很多空隙了。而这一个太阳添加中间太完美了。当我问李昌钰老师，如果我失败了，您会如何安慰我？继续挑战，继续挑战。这所有的回答几乎都是站在一个长者的角度给晚辈来建议，整个这个过程中间给我的是一种支持和鼓励。而在绘画中间，太阳给人的感觉正是如此，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指引的感觉，给人希望，完全是一种长辈之风。按照我们的挑战规则，3幅画中只要有2幅画完全正确，就算挑战成功。现在已经50%了，接下来我们再进行第2幅画的验证。首先还是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揭晓这幅画的孩子的号码。站在旁边的小姑娘是10号，我们来看看这幅画是否是10号呢？我们从前面开始接。没问题，第一个数字对了，但后面是0吗？是10，哇，太厉害了！真是不可思议。漂亮。哇！但是这幅画有一个问题，严博士。您认为您圈出的这个部分是对的吗？您确认吗？确认。请看大屏幕，正确答案是。其实我还是蛮犹豫、蛮纠结的，而且是想了很久。也是思考了很久，但是我又不想让自己过多去改了。
哇，那么到底这个部分是不是董卿评委添加的？请揭晓评委名字。如果晚上睡不着，您会怎么办？看书。会起来看书吗？不会。通常而言，选择看书的人，一般他们的性格都会显得会成熟稳重一些。而蓝色本身所代表的一种性格的特点，它更多的说明这个人的性格是比较内敛的、比较成熟的、比较稳重的、比较理性的。到这会儿还没出第一个字，显然是2个字的名字，正确，正确。祝贺挑战者挑战成功。10号小朋友，他坐在正中间，两边分别一个小朋友，让我感觉到是非常自信。当我问到喜欢上什么课的时候，10号小朋友下课。下课脱口而出，这种反应力，这种自信，这是其他小朋友是没有的。这种非常自信的，他画山的话，绝对会画很高的山来凸显他自我。但是他又有一个弱点，他很多时候做事不够那么的细致。这样的性格的孩子，他们是很少出现蓝色的。蓝色出现在这幅画上面，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太合时宜。这2座桥之间，人家就是一个箭头打过来。董卿老师添加一个桥，其实就起到很大的一个缓冲的作用，也是一条架起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根据规则，2幅全中就挑战成功。我们还有最后一幅，我们看看究竟今天的挑战能极致到什么程度。最后一张，请看我们这个小火腿肠，是不是跟他的号码一样？12号。最后一幅画，它是一个比较抑制的，包括它太阳的画法，包括它树的画法，这让人感觉他的性格是非常的单纯。2，再继续往前。还有12号，12号。这个12号真是一个老实的孩子。刚才我就过去看画的时候，12号已经自己交代说是我画的，是我画的。吃饱了，对，心情好了。来，我们来看这个部分，这只猴子，这只猴子是评委家的。对吗？看看大屏幕，这是最后唯一一个悬念了，因为底下评委的名字已经不会有差错了。就看这只猴子，到底是不是我身边这只猴子呢？就是我。没错，正确。哇！挑战完全成功，100%正确，太棒了！掌声送给我们的挑战者。12号小朋友，他全程几乎都是一个人在玩，整个过程中间性格显得非常的内向，而且有多次一个人躺在地上的时候，在这个中途还出现过哭的情况。我们也发现他也是比较敏感的性格。当问他你最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话的时候，他不带任何表情的说了一句爸爸妈妈辛苦了。这句话放在这里显得太过于常规了，他的思维和想法都显得有些不够。一个小朋友连树都画成这个样子，这个猴子的脸画成这么好，这不太可能。你的小猴呢？你的猴呢？猴没画呢？
当我问庾澄庆老师，这里有4个图形，您会选择什么图形的时候，四方形。四方形在所有的绘画中间，它更多的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性格和个性，有棱有角嘛。而在喜欢什么样的小孩子的时候，他特别说了，有点调皮，但不应该多动。那这说明活跃性的性格还是他的首选。所以说整个过程中间，他需要好玩，同时又要显现出自己的个性出来。他添加了一个猴子，这个猴子本来有很多活跃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这个猴子此时又站在山顶，仍然有很多个性的体现。哇，太厉害了！好厉害啊，而且你的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我想问一下严博士，你做这个绘画和心理精神疾病之间的这种研究有多长时间了？应该有12年了。在整个绘画方面，其实我已经出了将近有17本书了。啊，17本书，就是从绘画看出小朋友心里面在想什么。对，你有没有孩子啊？一个女儿4岁。那你也会用这种方法跟她沟通吗？因为工作的原因，有时候要经常出差呀，所以说我每次回来以后，我都会让孩子去画一幅类似于全家福，要有我，要有妈妈，还有他自己的画。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我让他画画，他当时就只画了他自己和他妈妈。画完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爸爸在哪里呢？小朋友从来不会不好意思，他会直接把嘴凑到你的耳朵跟你说一下，不好意思，我没地方画了。他是非常简单的说了这句话，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当时心里是很难过的，因为我非常清楚，在我的研究中间，我发现，如果孩子在画一家几口人，如果缺失了某个人，就证明这一个人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并不是很重要。那么似乎说明我对他的陪伴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为这个事情难过了很久。我后面专门抽了1个礼拜的时间，带他去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只有我和他。夏令营快结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再给爸爸画一幅全家福，要有爸爸，要有你，要有妈妈。”这个时候啊，他就首先画的就是我，然后就有他自己。他最后就画了他妈妈。中间是爸爸了，现在是吧？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今天其实严博士是带着女儿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个4岁的小姑娘也在啊。我们也请严博士的小女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不好意思了，不要害羞。看来她对我们这个环境还不是很能够适应。她不是很喜欢舞台。因为她喜欢画画嘛，她比较安静的。对对对。所以你现在每个星期大概有多长时间可以陪着他？1、2天的时间，每周只有1、2天哦。对对，其实你说买什么礼物啊送给孩子啊，其实真的没有陪伴来的重要。对，今天严博士的这个挑战，还是觉得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因为我们的人脑的这个神经细胞是数以千亿计的，这个细胞的异常跟某一个器官的异常相比，它更复杂。我觉得严博士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怎么样对人的精神世界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我们也再次向严博士表示我们的敬意，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对于今天严博士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我们3位的回答是 not。好棒！我们有请严虎博士带着4岁的女儿一起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笑笑，拜拜。拜，给爸爸加油！仅仅凭借一幅绘画就能找到它的主人。严虎通过不断的潜心钻研，练就了从画作中探究人类行为心理的特殊能力。希望他用这种能力，在未来能帮助更多的病人恢复健康的生活。让我们欢迎严虎进入荣誉殿堂。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节目互动，积攒挑战勋章，一大波奖品等你来拿。本节目互动奖品由金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有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样一个挑战项目，将让我们感受到极致的操控之美。有请挑战者出场。哇！
好，我叫华婷婷，今年29岁，我来自广东韶关。我呢是一位赛车手。哇哦！这一次呢，我是来挑战一个赛车的一个极限的运动，过来证明我自己的。证明给谁看啊？因为我父亲就是一位赛车手。但是我父亲非常反对我玩赛车。他觉得女生开车会没有男生开得好。我呢希望通过这个舞台证明给我爸爸看，女生也可以开车开得很好。我希望他相信他的女儿一定可以当一个非常棒的赛车手。好，我们今天看看这位女司机要挑战的是一个什么目标？我这一次过来挑战的项目叫做汽车2轮过单边桥。之前在挑战不可能第1季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位选手，他叫张伟，挑战的是汽车单边过窄门。2.8米，这个门的宽度和汽车的空隙只有20厘米的差距。这一次我是向他来发起挑战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华婷婷的挑战对手。张伟出场。你的挑战目标来了，英姿飒爽。大家好，我叫张伟，我今年34岁，我来自山西大同。真是快呀，眨眼2年过去了。这2年当中，张伟有些什么变化吗？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当妈妈了，我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宝宝现在快2岁了。恭喜恭喜！那你这2年，因为做了妈妈，而且孩子还这么小，你还有时间经常训练和参加表演吗？那个没有的，我之前一直在家就是看宝宝。我也是最近接到这个挑战，刚开始恢复训练几天。重新又摸方向盘了。那这个挑战难度大。对张伟来讲，难度有点大，是有点压力哈。这个挑战我们将在场外进行，我们有请评委和我们一起到场外见证挑战。走，出发！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场外现场。现在我们看到挑战项目为他们准备的挑战道具，就在我身后，这个贴着黄黑2色相间的警示标志的这样一条单边桥，长100米，宽80厘米，高度20厘米。这样一个单边桥，就是稍后我身边这2位漂亮的女车手，她们要开着福克斯去进行挑战的这样一条特殊的道路。挑战者驾驶汽车，用侧2轮的方式，以尽可能慢的速度通过长100米、宽80厘米的单边桥。汽车一旦从桥上掉下，或者4轮着地，即为挑战失败；顺利通过单边桥，即为挑战成功。每位挑战者有2次挑战机会。如果2位都挑战成功的话，我们就看谁用时最长。平常他们做这个动作都是在平地，有很大的空间去调整。那他们只在一个窄桥上，它真的是困难度很高的。它这是越慢越难是吗？越慢越难，就跟骑自行车，你让自己越慢，但是又不倒，这个很难。加油！加油！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今天这个强劲的对手，他的第1次表现究竟如何？出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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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2轮这样的汽车特技，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汽车检测方式，从特殊的角度来检测汽车的极限性能，检查汽车隐藏的安全隐患。同时，这种汽车特技还是很多特警需要掌握的非常规驾驶技巧之一，可以让他们在执行任务时遇到极端情况，也能更好地控制车辆。本节目由狂野大师安全轮胎赞助播出，狂野大师安全轮胎耐刮耐撞耐刺扎，双星集团荣誉出品。好，我们看到张伟现在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接下来我们在几十秒钟的时间里来见证张伟的第1次挑战。准备好了就请摁喇叭告诉我。
好的，张伟第一次挑战开始，加油！哦呦，车晃得比较厉害，哦呦，车晃得比较厉害，哎呦哎呦哎呦！他必须要赶在之前调整好，对，走上单边桥。单边桥的宽度只有80厘米，这比的是一个慢，看谁能又慢又稳的让汽车不从桥上掉下来，也不4轮着地的开过单边桥，这个很难。单边桥的宽度只有80厘米，稍有不慎，车辆就可能，哎呀！稍有不慎，车辆就可能，哎呀！人在汽车随之的情形之下，你的眼睛的视力跟前面观察就会有误差。也许速度有点慢，我掌握的不是那么太好，车晃动的也有点大。为了保险起见，我就把它给掉下来了。张伟非常遗憾，第一次挑战失败。刚才主要是浮动有点太大了，然后如果我要再救的话，我害怕冲下来会有点翻车，所以我是紧急为了安全起见，我是紧急给掉下来了。华婷婷，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一定会全力以赴。来，掌声请华婷婷上车，加油！张伟第一次挑战的失败，也给华婷婷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既要顺利过桥，又要速度尽量慢。华婷婷能否顶住压力，挑战成功呢？好，现在我们看到，华婷婷已经停在了起点处。接下来我宣布，华婷婷第一次挑战开始。哦。华婷婷的起始速度有点快，在过架之后，车身倾斜的有些厉害，还好她及时的调整了回来，而且在上桥前还把车速降了下来。好的，顺利上桥了。当我们的轮胎稍微有点偏离，车晃动的时候，要怎么样去修正方向，怎么样去稳定车身，这是最难的。哇！稳住，一定要稳住啊！哎呀，小心，后轮压边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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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晃得比较厉害。加油！车晃动的时候，怎么样去稳定车身，这是最难的。他的速度确实慢，你看，他的速度把得很稳，真的慢，他确实慢。哎呀，哎呀，就是刚才你说的速度太慢了，对，速度太慢了，所以他就必须要在平衡性上做出很大的牺牲。我在过架子的时候太快了一些，我入单边桥的入口，我一放慢速度，车辆就左右的晃动，调节不过来了，所以挑战那个比较失败。我们在训练的途中，就是成功率可能也就只有50%。汽车在做侧两轮的特技时，整个车的重量都压在一边的2个轮胎上，保持这种状态下的平衡，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现在挑战的要求，
是通过一个只有80厘米的单边桥，这样可供车辆调整的空间非常有限，对车手的操控来说就更加困难。2位车手在之前的练习中就频频失败。现在面对正式挑战的压力，他们究竟谁能挑战成功呢？张伟紧接着进行他的第2次挑战。由于第1次挑战失败，张伟仅剩最后1次挑战机会了。如果他不能顺利通过单边桥，就将宣告挑战失败。张伟能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挑战成功吗？我宣布挑战开始！加油！加油！漂亮，这一次过架过得很稳。我觉得这一把成了。我不敢看了。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好怕他翻过来哦。走，走。走。过来吧，站好！过来吧，站好！站好！可以的，没敢看。他下车以后自己长舒一口气。哎，你到最后20米的时候是加速了吧？对对对，我就感觉你赶紧希望能够完成这个挑战。不是他，因为他中间的那个幅度晃动的有点太厉害了，所以我赶紧。我们看了都害怕。现在要看时间了啊！你估摸着你这一轮应该是在17、8秒，我估计是20多秒左右。20秒左右。对。好，我们来看看最终计时器给我们的答案是。张伟本轮的成绩是14秒88，14秒88，14秒88。张伟大吃一惊啊！主要的就刚才我们说的，在最后20米的时候，他加速了，他前面的成绩其实挺好的。来，掌声，有请华婷婷上车出发。张伟的挑战成功，给华婷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她必须要顺利通过100米的单边桥，而且速度要比张伟慢，才能取得本次挑战的胜利。华婷婷能顶住压力，完成这个双重挑战吗？好，挑战开始。好，这一次的速度确实要快了一些。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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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华婷婷过架之后，车身晃得很厉害。如果她不能及时稳住的话，上桥就很有危险。哎呀呀！但是还好，还好，她稳住了，稳住了，坚持住。她既要速度慢，还要保持平衡，真的是太难控制了。只要过了一半，心理状态就会不一样。不要太快，不要太快，保持平衡，保持住。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紧张，稳住就是胜利。也在慢慢加速。快了，坚持住！漂亮！漂亮！
红蓝大对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华婷婷成绩如何。华婷婷本轮的成绩是26秒15，26秒15。你一个新的纪录诞生了，就是今天，好日子。我们接下来回到演播室，看看他们的挑战项目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Let's go！ 华婷婷厉害。我想问一下，你爸到现在还没有接受吗？这已经有他是不反对，但是他从来没有正面的表达，觉得你开车很好。我看这老爸可能是嘴硬。我觉得他在心里肯定还是每看到你的进步，特别是你那么刻苦，不是因为一时的兴趣，而这么长时间的坚持，他能看到你这样的精神，他还是会感到很欣慰的。你今天的表现真的很棒，我们节目组呢也为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奖杯，挑战不可能杯。来，有请工作人员把奖杯拿上来。这工作人员好特别啊！大家好。好吧，好吧，今天表现得很好啊，加油！好吧，好吧。加油！婷婷自己介绍一下这2位工作人员的身份。我觉得有点小惊讶的。大家好，我叫华庆先，婷婷的爸爸。我想问一下婷婷爸，做女赛车手是不是比男赛车手要更辛苦？赛车我认为是男孩子玩的运动，因为我自己做过赛车手。我参加过50场的比赛，大大小小，里面遇到太多困难了。我记得我在贵州6盘水的比赛，我2次冠军，2次翻了50米以上。什么叫翻了50米？翻车啊！翻车，因为贵州那个山都是盘山路嘛，从上面那个路翻到下面那个路。哎呦！我第一个翻下去的，后面那个弯一共有4个车砸到我的车上。同一个弯道翻下去，所以非常危险，所以我就一直不希望他参加这些运动，各种的担心哈。但是我现在就是非常努力刻苦的学习车辆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技巧，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我可以应付遇到的一些险境。他一直说我反对他，其实表面上来说我是反对他。在我心里面早我就认可他了。婷婷，我们家有很多奖杯，今天我把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奖杯带来了。这是我02年韶关拉力赛的时候，我一战成名，16个赛段我拿了14个第一，哇，也是我最高的荣誉。所以今天我把它带来了，送给他。这是老爸对你最大的表扬了，希望他以后在赛车的事业上越走越顺。哇，飞车王啊！我其实特别期待哦，明年或者什么时候看到你们父女俩一起比赛，在汽车拉力赛当中。肯定会有。现在我承诺，明年陪你去参加全国的汽车拉力赛，一起去参加。哇！我觉得开心死了啊！我有个要求。安全第一，平安回家。婷婷，你加油！我相信你是最棒的。哇！今天听了这个婷婷爸的话之后，我也感受到赛车不仅仅是我们理解的速度、激情、酷炫，特别对职业赛车手来说，它更是一种执着、勇敢和坚守。我们也希望在未来，你能够在自己所热爱的赛车领域取得更好的成绩，跟爸爸一起继续前进。所以，对于你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我们的回答是能。有请华婷婷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凭借着对赛车的一腔热爱，华婷婷经过不懈努力，用精湛的车技挑战了不可能。她的坚持与执着，最终也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希望他在未来的路上勇敢追求，取得更大的进步。欢迎华婷婷进入荣誉殿堂。挑战不可能节目同名书籍已经正式上线，拿出手机参与微信摇一摇，就有机会获得节目同名书籍折扣券。欢迎登录微博参与挑战不可能话题互动。感谢扎克新闻客户端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